在浩瀚的佛经中，《法华经·提婆达多品》记载了一个令人惊叹的故事。8岁龙女手持一颗价值连城的宝珠，献与释迦牟尼佛。就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中，这位年幼的龙女竟然立刻成佛，实现了无数修行者梦寐以求的终极目标。这个故事千百年来引发无数争议。女身真的能即身成佛吗？为什么龙女能在短短瞬间证悟，而许多苦修多年的僧人却难以开悟？经中提到龙女先转为男身，这又意味着什么？更深层次的问题是，女性修行者能达到的最高境界究竟是什么？佛性本无男女之分，为何经典中却时常提及女身5丈？这些问题困扰着无数真心向佛的女性修行者。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古老而深刻的公案，探寻女身修行的终极奥秘。初冬的傍晚，西山寺外层林尽染，枫叶如火。一位年约20岁的年轻女子缓步走在山间小径上，她神情专注，双手轻轻捧着一册泛黄的经书。她名叫林清月，出身书香世家，自小熟读诗书。3年前偶然接触佛法，此后便一心向佛，每日精进修行。今天他专程来拜访西山寺的悟空法师。这位年过80的老法师被誉为当代禅宗泰斗，据说悟性极高，能解众生疑惑。西山寺坐落在半山腰，古朴幽静。当林清月走进寺门时，远处木鼓升起，回荡在山谷间。寺门两侧的对联格外醒目，欲知佛去处，只在汝心中。阿弥陀佛，这位施主是来寻师父的吧？一位年轻僧人从寺内走出，向林清月问讯。是的，请问悟空法师可在寺中？师父正在后院茶亭，我带您过去。林清月跟着年轻僧人穿过几进院落，来到一处幽静的竹林中。竹林深处有一座简朴的茶亭，亭中端坐着一位白眉白须的老僧。老僧神态安详，双眼半闭，似乎正在禅定。年轻僧人轻声道：师父，有位施主前来请法。老僧缓缓睁开眼睛，目光如水，清澈见底。请坐。林清月恭敬地行了一礼，在老僧对面跪坐下来。请问法师，女身能否成佛？林清月开门见山地问道。悟空法师不急着回答，而是反问道：施主为何有此疑问？林清月长叹一声：弟子近日研读佛经，发现其中对女身修行多有限制之说。有经典言女身5丈，不能成佛，又有经典说龙女成佛前先转为男身。弟子不解，佛法平等，为何又有男女之分？女身修行的最高境界究竟是什么？悟空法师微微一笑，看来施主心中已有疑惑多时，此问题涉及深广，不妨先喝口茶，让老衲慢慢为你解说。他亲手为林清月斟了一杯清茶，然后问道：你既研读佛经，当知龙女成佛的故事吧？林清月点头。法华经中记载，8岁龙女献珠给佛陀，立刻转为男身，即刻成佛。弟子正为此事困惑，那你对此事有何看法？悟空法师问道。林清月坦言，弟子心中充满困惑。若说女身不能成佛，则与佛说众生平等，皆有佛性相违。若说女身能成佛，为何龙女又需先转为男身？况且世间女性修行者众多，若皆需转男身，岂不是说女性注定要多受一重磨难？悟空法师赞许的点点头，提得好，你的疑问也是千百年来许多女性修行者的疑问。他轻啜一口茶，继续道：女身能否成佛，这个问题看似简单，实则涉及佛法中方便与究竟向与性的深层次问题，要真正理解，需从几个方面来看。首先，让我给你讲一个故事，这是关于佛陀弟子摩诃波都波提的故事。摩诃波都波提是佛陀的姨母，也是佛陀的养母。佛陀成道后，他多次请求皈依，希望成为第一位比丘尼。然而佛陀最初3次拒绝了他的请求。为什么？林清月好奇地问。
佛陀为何要拒绝自己的养母？悟空法师解释道，这里有深意。当时的印度社会，女性地位低下，若佛陀立即答应女性出家，恐引发社会非议，不利于佛法的传播。此外，僧团刚刚建立，各种规制尚不完善，贸然接纳女性，恐有诸多不便。摩诃波都波提不愿放弃，他与500名贵族女子剃发，穿上袈裟，跟随佛陀的脚步走了很远的路，最终脚肿面黑，满身尘土地站在祇园精舍外。阿难见状，为他们向佛陀求情。佛陀最终答应了女性出家的请求，但提出了8敬法，要求比丘尼必须恭敬比丘，这岂不是歧视女性吗？林清月有些不解。悟空法师微笑道，表面看是如此，实际上佛陀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，巧妙地为女性修行开辟了一条道路。在那个时代，女性能够离开家庭束缚，专心修行，已是极大的突破。况且摩诃波都波提最终证得阿罗汉果，成为佛教史上第1位女性圣者，这不正说明女性也能达到很高的修行境界吗？林清月点点头，原来如此。那龙女成佛的故事又是怎么回事呢？悟空法师放下茶杯，缓缓道来。法华经记载，文殊菩萨南方游化，来到龙宫，为龙王眷属说法。龙王的女儿8岁龙女，聪慧非凡，善解大乘法义，已得陀罗尼。她在短时间内便证得无生法忍，具足菩萨行。当时智积菩萨与舍利弗都对此表示怀疑，认为女身有5种障碍，不能成佛。龙女闻言，取出一颗价值连城的宝珠，呈献给佛陀。佛陀欣然接受。龙女随即问智积与舍利弗，我献珠给佛，佛为受否？两人答，速受。龙女说，以汝神力，观我成佛，还速于此。说完，龙女立刻转为男身，具足菩萨行，前往南方无垢世界，坐于莲花之上，成等正觉，具32相80种好，普为十方众生演说妙法。讲完故事，悟空法师问道，你对这个故事有何理解？林清月思索片刻，从表面看，似乎说明女身确实需要转为男身才能成佛，但弟子总觉得这背后有更深的含义。善哉，善哉！悟空法师赞许道，你已经触及到关键。佛法讲究应机说法，针对不同根器的众生，佛陀会采用不同的方式引导。龙女成佛的公案，表面看是女转男成佛，实则另有深意。林清月追问，什么深意？悟空法师没有直接回答，而是说，要理解这个问题，我们需要先了解佛法中对象与性的见解。佛法讲性相不二，性是本质，相是表象。众生因执着于相而不见性，故而流转生死。修行就是破除对相的执着，见到本性。我们的身相、男相、女相、老相、少相等，皆是因缘和合暂时显现的表象，如同水中月、镜中花，本无自性。我们对这些相的执着，正是烦恼的根源。心经云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男女之相也是如此，当体即空，无有自性。既然如此，林清月问道，为何经中还要提及女身5障，说女身不能成佛？悟空法师笑着说，这是为了破除众生的执着。众生容易执着于外相，男众可能骄傲自满，女众可能自卑怯懦。说女身5障，一方面是针对男众的我慢心，另一方面也是激励女众精进修行，不要执着于自己的性别相。但这还是方便说法，非究竟义。接下来我给你讲一个维摩诘居士与天女的故事，这个故事或许能帮你理解更深。维摩诘经中记载，有一天，天女散花供养维摩诘与在场的菩萨，声闻弟子。奇妙的是，花落在菩萨身上即刻滑落，
落在声闻弟子身上，则久久不去。舍利弗问天女为何不转女身，天女回答说：我求女身已12年而不可得，当何所转？随后，天女以神通将舍利弗变为女身，自己变为舍利弗的样子，然后问道：尊者，何不转女身？舍利弗答：我今不知何转而变为女身。天女道：如是舍利弗，一切诸法亦复如是，无有定相。林清月听得入神，这是说男女之相本无定性，皆是幻化。正是。悟空法师点头。天女以证悟性空之理，了知男女相皆是因缘和合而生，本无定性。他说我求女身已12年而不可得，正是说他已经超越了对性别的执着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在究竟义上没有男女之分，只有佛性的显现与否。执着于男相女相，都是落入二边，不弃中道。林清月若有所思，那龙女成佛前转为男身，是否也是一种象征？象征他超越了对性别的执着。悟空法师的眼睛一亮，你已经很接近真相了。不过这个问题还有更深的层次，除了《法华经》的龙女和《维摩诘经》的天女，佛经中还有许多关于女性修行的记载。我再给你讲一个教师家与善女人的故事。大般若经中记载，帝释天主教师家下凡时，遇到一位善女人。善女人深解般若义理，对教师家说：诸法无生无灭，无染无净，无增无减，本性空寂。教师家问：若法皆空，何以修行？善女人答：正因法空，故能修行。若法有定性，则无修无证。教师家又问：女身多障，何以能解甚深般若？善女人答：般若无相，非男非女，男女之相皆是虚妄分别。我今了知男女性空，何来障碍？教师家被善女人的智慧所折服，礼拜而去。后来善女人精进修行，证得无生法忍，成就菩萨道。林清月听完感慨道：原来佛经中有这么多女性修行的故事，为何我以前没有注意到？悟空法师意味深长地说：因为我们常常带着先入为主的观念读经，容易忽视那些不符合自己预期的内容。佛经中不乏女性修行成就的记载，只是我们关注的不够。实际上佛教历史上有许多杰出的女性修行者，除了前面提到的摩诃波多波提，还有佛陀的妻子耶输陀罗，也最终证得阿罗汉果。此外还有莲花色比丘尼、无垢优婆夷等，都是修行有成的女性。在中国佛教史上也有不少成就很高的女性，比如唐代的无香禅师，她是六祖慧能的弟子，得到六祖心印。又如清代的铁佛寺尼师真元，悟性极高，被誉为比丘尼中的祖师爷。林清月听得心潮澎湃，却仍有一丝疑惑，既然如此，为何佛经中还是强调女身有障碍，须转男身成佛？这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吗？悟空法师没有立即回答，而是起身走到庭外，遥望远处的夕阳。这个问题的答案很深奥，他站在庭外说道：需要从多个层面去理解。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，什么是成佛？林清月思考片刻，成佛是证得无上正等正觉，具足一切智慧，圆满福德，能够普度众生。悟空法师点头，从表面看是这样，但从深层次看，成佛是什么？林清月沉思良久，坦言道：弟子愚钝，不知究竟。悟空法师走回庭中，坐下来说：成佛的核心是见性，见自本性，见自觉性，见到本来面目。佛陀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这个佛性没有男女之分，没有贵贱之别，没有至于之意，人人皆具，个个不无。修行就是去除覆盖佛性的尘埃，回归本来面目。这个过程与性别无关，与年龄无关，与种族无关。那为何龙女要转男身呢？林清月仍不解。悟空法师微微一笑：这个问题很关键，让我们回到《法华经》的原文。
经中说，龙女即时转女身，成男子相，然后往南方无垢世界，坐于莲华之上，成等正觉。注意，龙女并非在这个世界成佛，而是前往南方无垢世界。这个细节很重要。为什么重要？林清月疑惑地问。悟空法师没有直接回答，而是问：你知道《法华经》的核心宗旨是什么吗？开权显实，会三归一，明一切众生皆能成佛。林清月回答：没错。悟空法师赞许道：法华经的核心是阐明一乘佛法，破除众生对于三乘的执着，说明一切众生最终都能成佛。龙女成佛的公案，正是为了彰显这一宗旨。龙女年仅8岁，又是女身，又是龙族，三重不利条件下尚能极身成佛，这正是在破除众生对于成佛条件的执着。换句话说，龙女成佛的故事是在告诉我们，成佛不在于外在条件，而在于内在觉悟；不在于年龄、性别、种族，而在于见性。林清月似有所悟，又问：那为何还要提到转女身？悟空法师深吸一口气，正要回答，忽听寺院钟声响起，悠扬的钟声回荡在山谷之间。酉时已到，晚课时间到了。年轻僧人从远处走来，提醒道：阿弥陀佛。悟空法师应了一声，对林清月说：施主若有兴趣，可留下参加晚课，课后我们再继续探讨。林清月欣然同意，跟随僧人们来到大雄宝殿。晚课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进行，100余名僧人整齐的诵经礼佛，梵音绕梁，香烟袅袅。林清月立在殿外，静心聆听。佛经中的偈语如清泉般流入他的心田，诸法因缘生，诸法因缘灭，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，诸行无常，诸法无我，涅槃寂静。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这些经文在他心中激起涟漪，让他开始思考悟空法师之前的教导。晚课结束后，林清月被请到方丈室，室内灯火通明，悟空法师正在案前翻阅经书。晚课听得如何？他看到林清月进来，微笑着问道。很殊胜。林清月恭敬地回答，弟子听经中偈语，有些思考。说来听听。弟子在想，佛法讲究缘起性空，一切现象都是因缘和合而生，没有固定不变的自性。那么男女之相也应是如此，本无定性。龙女成佛的公案，或许正是在告诉我们超越相对，见到绝对。悟空法师赞许的点点头，见解不错，能够从经文中悟出这个道理，说明你的根基不错。不过他话锋一转，龙女成佛这个公案还有更深的含义。什么含义？林清月急切地问。悟空法师凝视着他，你仔细想想，龙女在《法华经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？她的存在有什么特殊意义？林清月思索片刻，坦言道：弟子不解其意。悟空法师语重心长地说：龙女成佛的公案是《法华经》中最生动的一幕。它不仅证明了女性能够成佛，更重要的是证明了成佛的关键在于她的声音忽然顿住，目光如炬，直视林清月。你真的想知道女身修行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吗？林清月屏息凝神，双手合十，弟子潜心求教。悟空法师神情庄严，眼中闪烁着智慧的光芒。龙女成佛的关键不在于她是龙族，不在于她年仅8岁，甚至不在于她是女身。经中特别提到她即时转女身这一情节，隐藏了女身修行最关键的奥秘。法师声音忽然变得深沉有力，女身修行的最高境界不是向外追求转变，而是……就在这时，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断了悟空法师的话。一位年轻僧人快步走入，神色匆忙。师父，山下来了一批香客，他们听说您在寺中，特地前来求教。悟空法师微微点头，知道了，我随后就到。转向林清月，意味深长地说：
女身修行的最高境界与转女身的真正含义，关系到佛法对身相、性别、成佛等根本问题的究竟见解，而这些正是通向解脱之道的关键。悟空法师等年轻僧人退出房间，重新看向林清月，声音庄严而坚定。女身修行的最高境界是彻底超越对身相的执着，见到自己本具的佛性。龙女即使转女身的真实含义，不是从女变男的生理变化，而是超越了对女身的认同与执着。这个转字的核心是转变对自我的错误认知。林清月眼前一亮，禅师是说，龙女并非真的变成男子，而是超越了男女二相。悟空法师欣慰地点头，善哉，善哉。龙女所转的不是外在的性别，而是内在的执着。佛法中常说转识成智，就是将妄识转变为智慧。同样，龙女转女身，实则是转变了对性别的执着，超越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。金刚经云，若以色见我，以音声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见如来。如来不住于任何相众，包括男相女相。真正的修行不是追求外在的变化，而是内在的觉醒；不是改变自己的身相，而是见到身相背后的本性。这才是女身修行的最高境界，也是一切修行的最高境界。林清月问道，禅师，那为何经中要刻意提到龙女转女身呢？这不会让人误解吗？悟空法师解释道，这与佛陀说法的方便有关。佛陀说法总是契理契机，契理是符合究竟真理，契机是适应众生根基。当时印度社会性别歧视严重，若直说女身可成佛，恐怕难被大众接受。佛陀善巧方便，通过龙女先转身后成佛的方式，既照顾了当时人的认知，又通过龙女顿悟即成的方式，暗示了佛性平等，人人皆可成佛的究竟义。理解佛经要把握两个层面，一是方便说，二是究竟说。方便说是针对特定人群、特定时代的权宜之计，究竟说是超越时空的永恒真理。维摩诘经中天女的故事，正是从究竟义的角度揭示了性别的虚幻性。天女说，我求女身12年不可得，意思是她已经觉悟到性别只是一种概念，没有实体。林清月若有所思，那么成佛的关键是什么？悟空法师语重心长地说，成佛的关键只有一个，见性，见到自己的本来面目，见到本具的佛性。佛性无男女相，无老少相，无智愚相，无善恶相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人人本自具足，个个不欠缺，唯因妄想执着，不能证得。女身修行的最高境界与男身无异，都是在明心见性，见自本心，见自本性，超越男女相，不住诸相，不执一切法，方是究竟。林清月又问，禅师，龙女献上的珍珠有何特殊意义？悟空法师微笑道，好问题，此珍珠有2层象征意义。第一层，珍珠象征龙女的清净心。华严经云，心如工画师，能画诸世间。献上珍珠，实则是献上自己的清净心，表明他已经舍弃对自我的执着。珍珠洁白圆满，无有瑕疵，如同清净的佛性。龙女献珠，象征他已将最珍贵的清净心奉献给佛法，全身心投入修行。第二层，珍珠也象征一乘佛法的珍贵。法华经以7宝大车比喻一乘佛法，而珍珠正是7宝之一。龙女献珠，也表明她已领悟一乘法要，了知众生皆可成佛的究竟义。林清月恍然大悟，原来如此。龙女献珠，既表明她的清净心，也表明她对佛法的正确理解。正是如此。悟空法师赞许道，龙女虽年幼，却能献上代表清净心的珍珠，虽是女身，却能超越对性别的执着。这正是法华经要传达的核心信息，一切众生，无论年龄、性别、种族，只要见性，
皆能成佛。林清月又问禅师，佛经中常提到的女身五丈又该如何理解？悟空法师解释道，所谓女身五丈，指女身不能成为梵王、帝释、魔王、转轮圣王和佛。这种说法出现在早期佛教经典中，是针对当时印度社会背景的方便说法。从究竟义来看，这五丈并非指女性的生理结构有何不足，而是指对女身的执着会带来修行障碍。换句话说，不是女身本身有障碍，而是执着于女身相会障碍见性。同理，执着于男身相同样会障碍见性。所以《金刚经》说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只有舍弃对一切相的执着，才能见性成佛。那么真正的五丈是什么？林清月好奇地问。悟空法师语重心长地说，真正的五丈是5种内在执着：我执、法执、男女执、生死执和涅槃执。这5种执着才是修行的真正障碍，男女皆有可能陷入。我执是执着于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我，法执是执着于外在事物的实在性，男女执是执着于性别身份，生死执是对生死的恐惧，涅槃执是对解脱境界的追求。超越这5种执着，才是修行的真正目标。龙女献珠成佛的公案，正是象征着超越这5种执着，特别是超越对性别的执着。林清月释然道，原来如此，女身五丈实则是对执着的隐喻，而非对女性的歧视。正是，悟空法师肯定道，佛陀说法常常使用隐喻和方便，以契合不同根器的众生。理解佛经要透过文字表象，把握其中的究竟义。悟空法师接着说，历史上有许多杰出的女性修行者，她们都证明了女身一样能够达到很高的修行境界。中国佛教史上，唐代的无香禅师是一位著名的女性禅师，她本是官宦之女，因家道中落而沦为乐伎。一次偶然机会，她听到六祖慧能说法，顿时开悟，随后剃发出家。六祖为她开示，依理而修，不用改行，自性若悟，即是丈夫，不体自心，其因形象而同佛道。意思是只要明心见性，不必在意外在形象，女身也能成佛。后来无香禅师以女身传承禅宗法脉，度化无数弟子，成为唐代禅宗的重要人物。又如宋代的妙总尼师，他是临济宗杨岐派的传人，得到了福山法远的印可。他常对弟子开示，佛性无男女相，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，何必分别男女？近代也有不少成就很高的女性修行者，如净土宗的净空法师，禅宗的妙莲老和尚，都是以女身弘扬佛法，夺化众生的杰出代表。林清月感慨道，原来历史上有这么多女性修行者，她们的事迹令人敬佩，只是这些故事似乎很少被人提及。悟空法师意味深长地说，历史常常由男性书写，女性的声音容易被忽略。但事实上，佛教历史上女性的贡献不容小觑。佛教自传入中土以来，女性一直是重要的护法力量，历朝历代都有皇后、公主、命妇护持佛法，建寺修塔，刻印经书。没有他们的支持，佛法恐怕难以在中国广泛传播。在家庭中，女性也常常扮演着传递佛法的角色。许多男性修行者最初接触佛法，都是通过母亲或祖母的影响，所以女性不仅能够亲自修行正果，还在传播佛法、弘扬佛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。林清月深受启发，听了禅师的开示，弟子对女身修行有了全新的认识。原来女身修行的最高境界，不是追求转变为男身，而是超越对身相的执着，见到自己本具的佛性。悟空法师继续说，在现代社会，女性的地位有了很大提高，女性修行的条件也比古代好得多。许多佛教传统也在不断调整，
以适应时代的变化。比如，南传佛教的比丘尼传承中断多年后，近年来正在恢复。藏传佛教也开始认可女性的修行成就，有些传承开始允许女性担任重要的教职。这些变化表明，佛教正在回归到佛陀众生平等的初衷。实际上，佛陀是历史上第一个创立女性修行团体的宗教导师，这在当时是极具革命性的创举。那么，现代女性修行应该注意些什么？林清月问道。悟空法师回答：现代女性修行应该把握几个关键点。第一，正确理解佛法，透过文字表象把握佛法的核心，明心见性，见到本具佛性，不被表面的性别言论所困扰，理解佛陀说法的方便与究竟。第二，不执着于性别身份，无论男女都是因缘和合的暂时现象，不应成为修行的障碍。正如天女所言：我求女身已12年不可得，当何所转？第三，发挥女性的优势。女性通常比男性更具有慈悲心、耐心和细腻心，这些品质在修行中非常宝贵。观世音菩萨之所以常现女相，正是因为这些品质与大慈大悲相应。第四，勇敢承担责任。现代女性不仅要自己修行，还要承担起弘扬佛法的责任，通过自己的言行举止，展现佛法的智慧与慈悲，影响身边的人。第五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始终记住，修行的目的是超越二元对立，见到一切现象的本质。性别只是暂时的现象，不是永恒的实相。林清月听得连连点头，禅师的教导如甘露般滋润弟子的心田。弟子明白了，女身修行的最高境界与男身无异，都是超越对身相的执着，见到自己的本来面目。我想再给你讲一个现代的故事。悟空法师说道，上世纪80年代，有一位名叫慧静的年轻女子，她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，大学毕业后在医院工作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她接触到佛法，深受启发，决心出家修行。然而，当她向家人表明意愿时，遭到了强烈反对。父母无法接受自己的女儿放弃大好前程去出家，亲戚朋友也纷纷劝阻。慧静陷入了痛苦的挣扎。一方面，她渴望追求真理；另一方面，她不愿违背父母的心愿。在这个困难时期，她阅读了大量佛经，尤其深入研究了龙女成佛的公案。有一天，她在冥想中突然有所领悟，修行的本质不是外在形式，而是内在觉醒。出家只是一种修行方式，在家同样可以修行，重要的是心的转变，而非身份的转变。于是，他决定以在家居士的身份修行。他继续在医院工作，用医术救治病人，同时在工作之余精进修行，研读经典，打坐冥想，参加共修。因为他的真诚与智慧，越来越多的人向他请教佛法。渐渐的，他成为了当地佛教界的重要人物，建立了一个修行团体，引导无数人走上修行之路。他常说，修行不在形式，而在心。无论出家在家，无论男身女身，只要明心见性，都能体证佛性。这位慧静居士的故事告诉我们，现代女性完全可以在自己的生活环境中修行，不必拘泥于传统形式，关键是心的转变，而非外在的改变。林清月感慨道，慧静居士的故事很有启发性。现代社会中，女性确实有更多元的修行方式可以选择。悟空法师肯定道，是的，佛法的核心是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。形式可以随缘变化，但本质不变。无论是哪种修行方式，目标都是一样的，明心见性，了脱生死。悟空法师最后总结道，通过我们今天的讨论，对女身修行的最高境界，我想做一个归纳。第一，女身修行的最高境界是超越对性别的执着，见到自己本具的佛性，这与男身修行的最高境界完全一致。第二，龙女成佛的公案
表面上看是女转男身成佛，实则是象征超越性别执着，见性成佛。这是佛陀的善巧方便，为了适应当时的社会环境。第三，佛经中提到的女身5障，同样是方便说法，非究竟义。真正的障碍不是生理性别，而是对性别的执着。第四，历史上有很多杰出的女性修行者，她们都证明了女身同样能够达到很高的修行境界。第五，在现代社会，女性修行有更多元的方式和更好的条件。无论选择哪种修行方式，关键是心的转变，而非外在形式的改变。总之，修行的关键在于明心见性，见到自己的本来面目。这个本来面目，无男相，无女相，无老相，无少相，无凡相，无圣相，无垢相，无净相，超越一切二元对立，回归本来的清净自信，这才是一切修行的最高境界。林清月双手合十，恭敬地说：“感恩禅师的慈悲开示，弟子受益匪浅，心中疑惑一扫而空，今后定当精进修行，不执着于外相，直指本心，明见佛性。”悟空法师微笑道：“善哉，善哉！你能如此理解，说明根基不错。记住，修行路上无男女之分，只有觉与迷之别。愿你早日明心见性，得大自在。”据说，林清月离开西山寺后，将悟空法师的开示整理成文，流传于世，使更多的女性修行者受益。他自己也按照悟空法师的教导精进修行，数年后有所成就，成为一名著名的居士导师，引导无数人走上修行之路。他常对弟子们说，女身修行的最高境界，不是改变性别，而是超越性别；不是向外求，而是向内正；不是追求他物，而是见到自信。龙女成佛的公案告诉我们，成佛不在身相，而在明心。只要真修实证，无论男女，皆可当下见性，即身成佛。悟空法师的这段开示，也成为后世论及女身修行时的重要参考。他教导的核心思想，女身修行的最高境界在于超越身相执着，明心见性，为无数修行者指明了方向。这则公案启示我们，修行的要义不在外相，而在内心；不在性别，而在觉悟；不在形式，而在本质。无论男女，只要明心见性，皆可即身成佛。正如佛陀所言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。这个佛性不分男女，不分种族，不分年龄，人人本自具足，个个现成圆满。唯一的区别在于，有人觉悟了它，有人还没有觉悟。愿一切有情众生，无论男女，都能早日觉悟自性，见到本来面目，了脱生死轮回，成就无上菩提。如果你喜欢佛学内容，记得点赞和订阅，不错过每一次深刻的分享和启发。让我们一起探索佛法的智慧。